你想想，投资圈里谁能被叫做股神？那肯定是沃伦·巴菲特老爷子。他呀，这辈子几乎从不主动推荐什么投资书，总说投资这事儿道理就那几条，不懂的人看再多也白搭。可奇怪就奇怪在2011年，巴菲特竟然破天荒地在公开场合提了一本书，还说自己读了2遍，觉得所有想做好投资的人都该好好琢磨琢磨。能让股神都花时间读2遍的书，肯定不是那些看完就忘的心灵鸡汤。那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来头呢？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本被巴菲特点赞的投资最重要的事。这本书的作者叫霍华德·马克思，他写这本书的时候66岁，比巴菲特小16岁。在投资圈里，他可是个理论和实战都顶尖的人物。1995年，他创办了橡树资本管理公司，现在管着800亿美元的资产。这什么概念？咱们国内最大的基金公司管理规模也就400亿左右，橡树资本顶得上2个多，就算跟巴菲特自己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比，也能占到人家资产的1/5。这体量在全球资管界都是数1数2的。更厉害的是，马克思个人财富高达150亿美元，差不多是巴菲特的1/3，能和股神在财富量级上掰手腕，说明他的投资能力绝不是吹出来的。不过光有钱管得多还不足以让巴菲特这么看重，巴菲特更看重的是投资理念上的共鸣。马克思自己就说过，他这辈子最配合的投资者就是巴菲特，觉得巴菲特能把复杂的投资道理讲得像聊天一样简单。而巴菲特对马克思的认可也很直接，他说只要邮箱里收到马克思写的投资备忘录，他会第一时间点开来读。这里要解释一下，投资备忘录是马克思的招牌，就像巴菲特每年写给股东的信一样，全球很多专业投资者都盯着看。而投资最重要的是这本书，其实就是马克思过去20年备忘录的精华合集，相当于把他一辈子的投资心得浓缩在了一本书里。所以巴菲特读这本书，其实也是在重温那些他自己也认可的实战经验。巴菲特自己就是投资大师，为啥还要反复读别人的书呢？核心原因有2个，咱们得好好掰扯清楚，因为这也关系到我们后面要聊的怎么才能做好投资。第一个原因叫做英雄所见略同，巴菲特和马克思都是根正苗红的价值投资者，他们都信奉本杰明·格雷厄姆那套买价值不追热点的基本原则。你翻翻这本书就会发现，马克思几乎每一章都会引用巴菲特的话，这可不是为了凑字数，而是因为2人的投资逻辑高度重合。比如他们都认为买股票就是买公司，都反对追涨杀跌，都觉得风险不是波动，而是永久损失。这种理念上的同频，让巴菲特觉得这个人懂，我也懂投资的本质，自然愿意花时间深读。第二个更关键的原因是英雄各有所长。巴菲特厉害的地方在于，他能把特别复杂的投资哲理用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话讲出来。比如那句经典的别人恐惧时我贪婪，别人贪婪时我恐惧。但马克思的优势在于实战落地，他一辈子都在做证券投资，尤其是股票投资，所以他的书里没有太多收购企业的大道理，更多的是普通股民怎么分析股票价值，怎么在市场恐慌时判断要不要买，怎么控制仓位才不被套牢，这种实操性极强的内容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巴菲特会说要以50美分买1美元的东西，但马克思会具体告诉你怎么算这1美元的价值，50美分的机会什么时候会出现，万一买了之后跌到40美分，该补仓还是止损。对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，这种从理念到动作的细节，毕竟咱们大多数人不是要去收购公司，只是想在股市里安安稳稳赚点钱。马克思的经验刚好能帮咱们解决这道道理，
却不知道怎么动手的问题。说到这，你应该能明白为什么巴菲特会读2遍了。这本书既有和他一致的价值投资底层逻辑，又有他没那么聚焦的股票投资实操细节，相当于既懂道又懂术。而对咱们来说，读这本书的意义更直接，不幼稚琢磨那些收购企业的复杂操作，只要跟着马克思学怎么用第2层次思维看市场，怎么找便宜或怎么控制风险，就能避开大多数人踩的坑。不过咱们得先从投资最基础的思维方式说起。贝基想在市场里赚钱，第一步就得搞清楚为什么大多数人总是追涨杀跌，为什么明明知道低买高卖却总做反。这就涉及到马克思反复强调的 B1 层次思维的区别。咱们接下来就好好聊聊这个话题。咱们刚才聊到，巴菲特之所以反复读这本书，核心是马克思把价值投资从理念落到了实操，而实操的第一步不是学怎么选股票，怎么看财报。毕竟投资里大多数坑不是因为不懂技术，而是因为想错了。马克思在书里花了整整1章讲这个问题。他把投资者的思维分成2类，第1层次思维和第2层次思维。今天咱们就掰开揉碎了说，搞懂这俩的区别，你就能避开 80% 的投资陷阱。咱们先从最常见的第1层次思维说起。什么是第1层次思维？简单说就是看表面随大流，别人怎么想怎么干，你也跟着来，不用费脑子先琢磨，你肯定能对号入座。比如看到新闻说某公司季度业绩大增 50%， 第1层次思维的反应是赶紧买，看到市场连续跌了1周，就想赶紧卖，别被套住。听到身边人都在说现在不买新能源，就跟着加仓新能源基金。这些想法特别直接，甚至不用过脑子，你跟着做，就算错了也有人赔，心里还踏实。但问题就出在大家都这么想上。投资不是人多力量大的事，反而越多人认同的逻辑，越容易出问题。比如2021年的时候，某个新能源龙头股因为业绩好，被很多人当成必买股，股价从100多块炒到300多块。当时第1层次思维的人都在说，业绩好，赛道好还能涨。可实际上，那时候的股价已经反映了未来3年的业绩预期。也就是说，就算公司后面真的继续赚钱，股价也没啥上涨空间了。结果后来股价跌回150多块，很多追高的人套了2年都没解套。再比如2022年4月，类股因为疫情跌了不少，很多人慌了，第1层次思维的反应是赶紧割肉，等跌到谷底再买。可实际上，当时很多公司的基本面没坏，只是市场恐慌导致股价下跌。等你割肉了，你要么踏通，要么只能更高价买回来。这就是第1层次思维的典型坑，只看短期波动，不看背后的价值，跟着情绪走，结果高买低卖。马克思在书里一针见血地说，第1层次思维者想要的是家家都认同的逻辑，但投资里没有简单答案，因为大家都认同的逻辑早就被反映在股价里了。你想啊，公司业绩好是公开讯息，你知道，别人也知道，股价早就在业绩公布前涨完了，你这时候再买，相当于给别人接盘。市场下跌也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，你这时候卖的是恐慌价，反而把便宜筹码让给了别人。那第2层次思维又是什么样的呢？它不是跟第1层次反着来这么简单，而是想深一层，想多一层。别人只看发生了什么，后面还会怎么发展。别人只看表面逻辑，你要找逻辑里的漏洞和被忽略的风险。咱们换成第2层次思维来想，比如看到公司业绩大增 50%， 第2层次思维会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 50% 的增长是真增长吗？是靠主营业务赚的，还是靠卖资产、政府补贴这种一次性收入？第二，这个增长速度能持续吗？
比如公司是卖口罩的，疫情期间业绩好。第三，现在的股价已经反映了多少业绩增长的预期。如果市场早就猜到业绩会涨，那现在买就没意义了。再比如市场连续跌了一周，第二层次思维会想，跌的原因是什么？是整个经济不行了，还是只是短期情绪恐慌？若不是情绪恐慌，那公司的内在价值没跌，股价跌了反而更便宜。这时候应该考虑买，而不是卖。如不是经济真的不行了，是不是已经跌过头了？比如某消费股本来值20块，因为经济不好跌到15块。这时候虽然经济还没好转，但股价已经够便宜了，就可以慢慢买了。马克思在书里举过一个他自己的例子，20世纪90年代，美国垃圾债，也就是信用评级低的债券，特别没人要，大家都觉得买垃圾债会违约，肯定亏。这是第一层次思维。首先，不是所有垃圾债都会违约，很多公司只是暂时遇到困难。其次，因为大家都不买，垃圾债的收益率已经涨到了 15%， 就算有 10% 的债券违约，剩下的 90% 也能赚不少。当时经济还在复苏，公司违约的概率会越来越低。结果他们重仓垃圾债，后来赚了大钱。你看，第二层次思维不是抬杠，而是基于事实的深度分析。他要考虑的不是单一结果，而是多种可能性。不是别人怎么想，他能错在哪？马克思把第二层次思维的核心总结成几个问题，咱们普通人也能照着问自己：一、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有哪些？股指是涨或跌，它要想涨多少或跌多少，会涨多久或者跌多久？二、我觉得会出现的结果正确的概率有多大？别太自信，要给自己留余地。三、大家现在的共识是什么？如果所有人都觉得会涨，那这个共识是不是已经太极端了？四、现在的价格反映了多少大家的共识？如果价格已经涨得跟共识一样高，那后面就没空间了。五、如果大家的共识是错的，价格会怎么变？我该怎么应对这些变化？这些问题看起来麻烦，但其实是帮你跳出情绪。投资里最可怕的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以为自己知道，其实不知道。第二层次思维就是帮你避免这种盲目。那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第二层次思维呢？马克思在书里分析了2个核心原因，特别戳中人心。随大流太轻松了，不用担责。比如你跟着大家买热门股，就算亏了，你可以说大家都亏了，不是我错了。但你要是逆着大家买冷门股，就算赚了，过程中也会被别人质疑，你是不是傻？这股没人要。这种被孤立的感觉很多人扛不住。就像2020年疫情初期，大家都在卖股票，身边人会说你不怕跌没了。这种压力下，很多人就算知道该买也会退缩。深琢磨太费脑子了。第一层次思维只需要看新闻听消息，5分钟就能做决定。但第二层次思维要查公司财报，分析行业趋势，算估值。很多人觉得投资就是赚快钱，不想花这个功夫，结果就掉进听消息追热点的坑。比如有人买股票只看 K 线图，觉得涨得好就买，根本不判公司是做什么的，赚不赚钱。这就是典型的认知惰性，把表面现象当成了投资依据。那咱们普通人怎么培养第二层次思维呢？不用搞得多复杂。马克思在书里给了3个实操方法，我自己试过，特别有用。第一步，遇事先暂停10分钟。比如看到大涨大跌，别马上动手，先喝杯水冷静一下，问自己，我现在是跟着情绪走，还是跟着逻辑走？比如看到某只股突然涨停，别马上追，是有突发利好，还是只是游资炒作？这个利好能持续吗？10分钟的冷静期能帮你避开 80% 的冲动决策。第二步，主动找反方观点。
比如你看好某只股，去看看砰的人怎么说。比如你觉得新能源是未来，就去扎扎新能源的风险，比如产能过剩、原材料涨价、政策变化，看看这些风险是不是已经被市场忽略了。如果所有观点都一边倒没有反脏，那反而要警惕，因为这往往是极端行情的信号。第三步，算清楚安全边际，即是第二层次思维的核心，也是咱们下一部分要重点聊的。简单说就是别把话说满，别把仓位加太满。比如你算出来某只股值10块钱，那最好在8块钱以下买，有2块钱的安全垫。就算你算错了，公司实际只值9块，你也不会亏。这其实就是帮你对抗不确定性，因为没人能100%预测未来。安全边际能帮你在犯错时少亏点，在对的时候多赚点。讲到这，你应该能明白为什么马克思把第二层次思维当成投资的底层逻辑，因为他不是教你怎么不被市场骗。市场有时候会犯傻，比如把好公司的股价炒得太高，把坏公司的股价打得太低。而第二层次思维就是帮你看出市场的傻，然后另有个前提，你得先看懂市场时候会犯傻，什么时候是有效的，也就是大家都理性，价格反映价值，而什么时候是无效的，这的时候大家不理性，价格偏离价值。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市场有效性及局限性。搞懂这个，你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该用第二层次思维，什么时候该尊重市场。上一模块聊完第二层次思维，其实有个隐藏前提没说透，你得先搞懂市场到底靠谱不靠谱。如果市场永远是对的，那再深的思维也没用，跟着买指数就行。如果市场永远是错的，那随便你想操作都能赚钱。但现实是，市场既不是永远对，它是部分有效的。马克思在书里花了大篇幅拆解这个问题，这也是咱们用第二层次思维赚钱的关键。知道市场什么时候靠谱，什么时候犯傻，才能找对发力的地方。首先得先搞懂一个绕不开的概念，有效市场假说。这东西听着挺学术，其实说白话很简单。他认为市场上所有信息都会马上反映在股价里，比如某公司出了利好财报，你刚看到新闻想买入，别人早就知道了，股价已经涨完了。某行业出了利空政策，等你反应过来想卖，股价已经跌到位了。所以按这个假说，普通人根本没办法战胜市场，因为你能拿到的信息别人都有，价格早就公允了。咱们举个身边的例子，像沪深300里的那些大盘股，比如茅台、宁德时代，每天有上百的分析师盯着他们财报、行业数据、高管讲话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解读传播，很可能是你没看到分析师已经散透的风险。你想等跌了再买，但市场早就把可能跌的空间散进当前价格里了。再比如外汇市场，每天交易量几万亿美元，各国经济数据、央行政策一出来，几秒内汇率就会变动。你想靠预判汇率赚钱，跟猜硬币正反面差不多。这就是有效市场的典型样子，信息太透明，参与的人太多，价格已经把所有能算到的因素都包含了。巴菲特早年其实也受这个假说影响，他后来为什么不怎么碰大盘股，就是因为他觉得主流市场太有效，找不到便宜货。但马克思比他更进了一步，他说有效市场假说没全错，但也没全对。市场是部分有效，有些领域有效，有些时候有效，有些时候无效，这就给咱们普通人留了机会。那什么时候市场无效呢？核心就2个字：情绪。因为有效市场假说有个前提，但现实里人根本做不到永远理性。贪婪和恐惧总会把价格推到极端，比如2020年疫情初期，很多中小医药股其实有不错的业绩支撑，
比如生产口罩原材料、检测试剂的公司，明明订单爆买，但因为大盘恐慌，股价跟着跌了 20% 多。这时候市场有效吗？肯定无效，价格没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，情绪导致了错杀。后来这些股很快反弹，就是市场从无效回归有效的过程，而能在下跌时买入的人，靠的就是第二层次思维，看出了市场的情绪偏差。还有个更典型的例子，2007年次贷危机前，美国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热，大家都觉得房价永远涨，连没收入的人都能拿到房贷，次贷衍生品被当成低风险高收益的宝贝。这时候市场有效吗？无效，大家都被贪婪冲昏了头，忽略了房价不可能永远涨的常识，价格严重高估。到了2008年，恐慌来了，大家又觉得所有房地产相关的资产都被卖，连优质房企的债券都被抛售。马克思说，市场的无效往往出现在两个极端，也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好到没风险，或者坏到没希望的时候。那咱们普通人该怎么利用市场部分有效这个特点呢？马克思给了3个实操建议，特别接地气。第一，别在有效市场里瞎折腾，比如主流大盘股、外汇、黄金，这些信息太透明，你很难找到机会，不如买指数基金。很多人总觉得我能在茅台里做波段，其实都是在赌运气，短期涨了是运气，长期下来手续费都赚不回来，这就是在有效市场里走无用功。第二，在无效市场里找机会。不效市场不是指所有冷门资产，而是你能看懂的被情势错杀的资产。比如你是做制造业的，知道某家中小制造企业的产品其实很有竞争力，只是因为行业短期低迷，股价跌了很多。如果价格远低于价值就是机会，但如果是你完全不懂的领域，就算别人说这是无效市场的机会，你也别碰，因为你分不清是真机会还是陷阱。第三，判断市场有效与否要看共识度。如果一个资产所有人都在聊，还有媒体都在推，比如当年的元宇宙，现在的某些 AI 概念股，那大概率是有效市场，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乐观预期，再进去很可能接盘。如果一个资产没人关注，大家都觉得这东西不行，比如几年前的地产股，当时大家都觉得地产要完，但有些优质房企的现金流很稳，股价跌得很厉害，这时候就可能是无效市场的机会。这里要特别提醒一句，马克思说市场部分有效，不是让你觉得我能随便打败市场，而是让你尊重市场，但不迷信市场。比如你觉得某只股被低估了，买了之后可能还会跌，因为市场的情绪惯性，它能比你想的更持久。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上一模块说的第二层次思维，别只看价格跌了，还要看跌的原因是什么，是不是基本面真的坏了？如果基本面没坏，那就可以耐心等市场回归理性。如果基本面真的坏了，那就是你判断错了，得及时止损。讲到这，你应该能明白，看懂市场的有效性和局限性，是把第二层次思维落地的关键。只有知道市场什么时候犯傻，你才能用深度分析找到机会。只有知道市场什么时候靠谱，你才不会做无用功。但还有个更核心的问题没解决，怎么判断价格是不是偏离了价值？比如一只股跌了很多，怎么知道它是被错杀，还是本来就值这么多？这就需要咱们下一模块要聊的价值投资核心，准确估计价值。因为只有算出资产的内在价值，你才能判断市场拍买时候该买。咱们接着往下聊这个更实在的话题。咱们上一模块聊到市场部分有效，其实最终要落到一个实操问题上，怎么知道一只股是真便宜还是假便宜？马克思在书里把这个问题说透了，
价值投资的核心根本不是找好公司好赛道，也就是价格远低于内在价值的资产。很多人炒股一辈子没赚到钱，就是把买好的和买的好搞混了。今天咱们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先从一个大家最容易踩的坑说起，把好公司当成好投资。哈，茅台是不是好公司？肯定是，品牌硬，现金流稳，葬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消费企业。但茅台是不是永远是好投资？不一定。2021年的时候，茅台股价最高涨到8600多块，当时市盈率超过70倍。什么概念？你买一股茅台要70年才能靠公司盈利回本。这时候的茅台还是好投资吗？马克思肯定会说，不是，因为价格已经远超它的内在价值，就算公司再好，买贵了也赚不到钱。后来茅台股价跌到1500多块，很多追高的人套了2年都没解套，就是因为把好公司和好投资画了等号。再比如马克思在书里反复提到的漂亮50泡沫，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，美国市场上的50家优质公司，向来比安柯达肯永远涨的神股。当时第一层次思维的人都在说，这些公司基本面好，买了肯定赚，结果市盈率炒到80、90倍。可后来呢？科技变革，行业变化，柯达因为没跟上数码时代深落呢。IBM 也经历了长期下跌，漂亮50的股价跌了 90%， 很多人亏得血本无归。马克思总结这段历史时说，没有永远的好公司，只有永远的好价格。只要价格超过了内在价值，就会变成坏投资。赖普通的公司只要价格足够低，也能变成好投资。那问题来了，什么是内在价值？怎么算才靠谱？很多人一听到价值就觉得要搞复杂的财务模型。其实马克思在书里把它简化成了2个核心，硬资产和真现金流。咱们普通人不用学专业分析师那套，照着这2点算就行。第一，看硬资产，公司手里实实在在的东西值多少钱，比如现金、银行存款、厂房设备、存货这些，减去公司欠别人的钱，算出来的净资产就是最基础的价值。举个例子，某家制造业公司财报里写着有10亿现金、5亿厂房设备，总负债3亿，那它的净资产就是10加53等于12亿。如果这家公司的总市值，也就是股价乘以总股本，只有10亿，那说明市场给它的定价连他手里的硬资产都没覆盖，这就是典型的价格低于价值。就算公司短期不赚钱，至少有硬资产托底。马克思早年做投资就是这个逻辑，找那些总市值低于流动资产，就是现金、应收账款这些能快速变现的资产，相当于把薄荷拆了卖。这种机会现在不多，但核心逻辑没变。硬资产是价值的安全垫，价格低于硬资产就有了第一层保护。第二，看真现金流，公司未来能实实在在赚多少钱。很多公司会说，我未来3年营收要翻3倍，他没说怎么实现，这种就是假增长。真正的现金流是公司每年能从主营业务赚回来的现金。
比如某公司每年卖产品能收到5亿现金，扣除成本税费还剩2亿，这2亿就是真现金流。算内在价值的时候，就是把未来几年的真现金流折成现在的钱。比如未来5年每年能赚2亿，折现到现在大概值8亿。如果公司现在市值有6亿，那就是便宜货。这里要避个坑，别把利润当现金流。很多公司财报上写着净利润1亿，但实际现金流可能是负的，比如靠赊销卖货利润算进来了，赚钱没收到，这种利润是虚的。马克思说，现金流比利润靠谱10倍，因为利润可以靠财务手段调节，现金流却很难造假。钱有没有进公司账户，一查就知道，重点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。这个数字持续为正，才说明公司是真赚钱。接下来就是核心动作，找价格低于价值的便宜货。但怎么找？马克思给了3个实战技巧，都是他做了几十年投资总结出来的，特别实用。第一个技巧，避开热门赛道，盯冷门资产。热门赛道里的公司，比如现在的北岸新能源，价格早就炒到天上了，就算有好公司也很难找到便宜货。反而那些没人关注的冷门领域，比如传统制造业、低估值的金融股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没增长、没前途，价格往往跌得很厉害。马克思早年做高收益债，也就是垃圾债，就是这个思路。当时大家都觉得垃圾债会违约，没人敢买。结果他算出很多垃圾债的违约率远低于市场预期，收益率又高，最后赚了大钱。第二个技巧，算安全边际，别把话说满。这是格雷厄姆和巴菲特都反复强调的，马克思也把它当成买便宜货的保命符。简单说就是，你算出来某资产值10块，那最多只在8块以下买。为什么要留安全垫？因为你算内在价值的时候可能会出错，比如你以为公司未来能赚2亿，或者市场情绪比你想的更悲观，价格还会跌。有了安全垫，如果算对了就能赚更多。比如你8块买了值10块的资产，就算跌到7块，也比别人10块买的安全得多。第3个技巧，别被短期亏损吓住。很多便宜货之所以便宜，是因为公司短期遇到了困难，比如行业低迷，市场就恐慌抛售。但如果公司的基本面没坏，比如硬资产还在，只是短期不太行，那这种下跌就是错杀。马克思举过一个例子，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很多优质银行的股票跌了 70%， 当时大家都觉得银行要倒闭了，但他研究后发现，这些银行的核心业务，比如零售贷款、财富管理还在赚钱，只是因为次贷危机被拖累了。他趁机买入，后来银行股反弹，赚了好几倍。他说，便宜货往往藏在短期坏消息里，只要长期价值还在，短期亏损都是暂时的。这里要特别提醒一句，买便宜货不是捡垃圾，而是捡被错放的宝贝。有些资产之所以便宜，是因为真的不行，比如濒临破产的公司，主营业务已经被淘汰的企业，就算价格再低也不能买，因为他们的内在价值会不断缩水，最后可能变成一文不值。马克思说，便宜货的核心是价值大于价格，而不是价格低但价值更低，那不是便宜货，是陷阱。讲到这，你应该能明白，价值投资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，这是算清楚值多少钱，再找比这个钱便宜的资产买。但这里还有个关键问题没解决，就算你找到了便宜货，比如市场情绪持续悲观，价格继续跌，或者你算错了内在价值，资产其实没那么值钱，这就是咱们下一模块要聊的风险。马克思说，投资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，而是别亏大钱。怎么区分波动和永久损失？
怎么控制风险才能让买便宜货的策略真正往下聊这个更关键的话题。咱们上一模块聊完买便宜货，其实有个隐藏前提，便宜货不会天天有，它往往集中在周期的特定阶段。比如2022年北股大跌时，很多优质股的价格跌到了内在价值以下，但2021年市场狂热时，想找个稍微便宜点的资产动态。这背后其实是周期在起作用。马克思在书里说过一句特别扎心的话，但周期永远胜在最后，是其中一个。不管是经济市场还是投资者情绪，都逃不开周期的规律，就是因为没看懂周期，没跟上周期的节奏。今天咱们就把周期这个投资指南针讲透，让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。首先得搞明白到底什么是周期。其实不用把它想复杂，周期就是事物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，再回到中间的循环。就像一年四季有春夏秋冬，经济有繁荣、衰退、复苏、萧条，市场有牛市、熊市、震荡市，连咱们的情绪都有乐观、悲观、平静的循环。马克思在书里举过一个特别形象的例子，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胀，经济停止加通货膨胀，大家都觉得经济要完了。80年代到90年代经济复苏，市场涨了10几年，大家又觉得繁荣会永远持续。2000年科技泡沫破了，2007年次贷危机前，贪婪又占了上风。这就是典型的周期循环，从来没断过。咱的身边也有很多周期的例子，比如基金申购赎回。2021年新能源基金火的时候，每天都有大量资金涌入，到了2022年，新能源基金跌了 30% 以上，又有大量人赎回，甚至有人说再也不买基金了。这就是投资者情绪的周期，贪婪时追高，恐惧时割肉。再比如房地产，2015年前后，大家都觉得房价永远涨。2021年后，市场降温，又觉得房价会一直跌，不敢扣。只不过大多数人没意识到，他以为这次不一样。马克思特别提醒，最危险的想法就是这次不一样。每次周期走到极端，总有人说这次情况特殊，周期不会再循环了。比如2000年有人说科技会改变世界，股市会永远涨。2007年有人说房价不会跌，因为刚需还在，结果都是被周期狠狠教训。因为人总是短视，只看到最近1-2年的情况，忘了历史规律。马克思说，周期的本质是人性驱动，贪婪让市场涨过头，恐惧让市场跌过头，而人性从来没变过，所以周期永远不会消失。如果说周期是大框架，那钟摆就是周期里最核心的小规律。马克思把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比作钟摆，它永远在贪婪和恐惧两个极端之间摆动，很少停在中间的理性位置。咱们可以把钟摆的两端拆开来看看，这两种极端情况恰恰是买便宜货和避空的关键节点。这时候市场里全是乐观情绪，大家都觉得能赚大钱，连新手都敢加杠杆炒股买基金。比如2021年的新能源赛道，当时随便一只新能源基金都涨了 50% 以上。很多人说不买新能源就是错过未来，甚至有人借钱买基金。这时候的特征你应该可以观察到这些现象，比如亲戚朋友都在聊投资，比如估值涨到历史高位，某个新能源龙头市盈率超过100倍，再比如大家都在说这次不一样，会币值涨。贪婪的极端就是便宜或消失的时候，所有资产都被炒到远超价值，再进去就是接盘，另一端是恐惧。这时候市场里全是悲观情绪，大家都觉得会一直跌，连优质资产都被恐慌抛售。比如2022年4月的美股
因为疫情和外部环境，大盘跌了 20% 多，很多人说要跌到2800点，赶紧割肉止损。一是没人敢提投资，一提股票大家就摇头；二是估值跌到历史低位，比如沪深300市盈率跌到10倍以下，事实大家都在说经济要完了，资产会一直跌。而这时候恰恰是便宜货最多的时候，很多公司的基本面没坏，只是情绪导致价格跌过头。就像2022年的消费医药股，后来都有不错的反弹。马克思在书里总结过钟摆的规律，也不会永远停在某一端，一旦摆到极端，就一定会往回摆。比如贪婪到极之后，哪怕没有利空，市场也会反弹，就是因为在钟摆到贪婪端时跟着买，到恐惧端时跟着卖，完美踏反了节奏。那咱们普通人该怎么判懂周期带上钟摆的节奏呢？马克思给了3个特别实用的判断方法，不用看复杂的经济数据，从身边就能观察到看身边人的行为，这是最直观的信号。如果你的亲戚、朋友、同事都在聊投资，比如我买的基金涨了 30%， 这只股票肯定还能涨，甚至有人辞职专职炒股，那大概率是周期的贪婪端，要开始谨慎。甚至有人说我亏了 50%， 再也不碰了，基金公司都卖不出去产品了，可以慢慢找便宜货。纳克斯说，大众的行为是周期最好的镜子，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跑时，你就要往反方向判。第二个方法，看估值水平，估值也是周期的温度计。比如看沪深300的市盈率历史分位，如果超过 80% 的时间都贵，如果低于 20%， 也就是比过去 80% 的时间都便宜，就是恐惧端，可以多买。30倍，现在涨到50倍以上就是贵了，如果跌到15倍以下就是便宜了。巴克斯提醒，估值不是精确的尺子，但它能告诉你现在温度有多高，别在100度的时候往火里跳，也别在0度的时候怕冷不肯出门。第3个方法，看资金流向。资金是周期的助推器，如果大家都在往股市基金里加钱，比如基金申购量连续几个月创新高，北向资金疯狂流入，那就是过热。如果大家都在赎回基金，卖出股票，比如基金赎回量激增，北向资金连续流出，那就是过冷。比如2021年权益类基金全年发行规模超过8万亿是历史峰值，这就是过热信号。2022年权益类基金发行规模不到6000亿，很多基金发行失败，这就是过冷信号。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误区，看懂周期不代表能精准预测转折点，我们永远不知道钟摆会在极端停留多久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往回摆。比如2021年新能源的贪婪端，但它还能涨半年。2022年的恐惧端，大家都知道便宜了，但它还能跌3个月，所以千万别想着在最高点卖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咱们要做的是在贪婪端少买甚至不买，在恐惧端多买甚至满仓。不用追求精准，只要在大致正确的区间行动，就能避开追涨杀跌的坑。讲到这，你应该能明白，周期和钟摆不是玄学，而是能帮你判断什么时候该买的工具。就算你看懂了周期，在恐惧端买了便宜货，也可能面临短期波动的风险。比如你2022年买了某只消费股，它可能还会跌 10%， 或者在贪婪端卖了，它可能还会涨 10%。 的时候该怎么应对？怎么区分正常波动和永久损失？咱们下一模块聊一聊实操策略。咱们上一模块聊到周期和钟摆，其实最终要落到一个实操动作上，在周期的恐惧端逆向买入。但很多人一提逆向投资，就觉得是别人卖我就买，结果往往是接了飞刀。比如2022年，有人看到地产股跌得厉害，不管基本面就抄底，
最后越套越深。2021年有人探到新能源涨得疯，就逆向卖，结果卖飞了。这其实是把伪逆向当成了真逆向。马特斯在书里反复强调，逆向投资不是跟大众的情绪错误对着干，它的核心是等价值到位的机会，不是抢下跌的筹码。今天咱们就把真逆向的实仓逻辑讲透，让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，什么时候该等，避免踩进接飞刀的坑。首先得先分清什么是真逆向，什么是伪逆向，这是很多人最容易混淆的点。咱们用2个例子对比一下，你马上就能明白。比如2020年疫情初期， A 股的消费股跌了不少，当时很多人恐慌卖，觉得消费会一直低迷。但有个做食品的龙头公司，财报里现金流很稳，每年还能分红 5% 以上，估值从30倍跌到了20倍以下。这时候买，因为大众的错误在于把短期疫情影响当成了长期衰退，而公司的内在价值没跌，价格跌只是情绪导致的错杀。后来这只股很快反弹，就是逆向投资的成功。再比如2022年有只地产股从10块跌到2块，很多人觉得跌了 80% 该逆向买了，但你去看它的财报，负债超过 90%， 现金流是负的，还欠了很多工程款，这时候买就是伪逆向，是在接飞刀。因为大众卖它不是情绪错杀，而是它的基本面真的坏了，内在价值还在缩水，就算跌了 80% 也可能继续跌。马克思在书里把这2种情况总结得很清楚。真逆向的核心是别人因为情绪忽略了情绪，是别人因为基本面卖，你因为价格低买。简单说，真逆向买的是被情绪错杀的优质资产，伪逆向买的是被基本面拖累的垃圾资产。这2者的区别就是赚钱和亏钱的区别。那真逆向的前提是什么？不是勇气。马克思说，逆向投资需要勇气，但勇气不能凭空来，你得先知道大众的逻辑漏洞在哪。这题要搞懂3个问题，这是逆向投资的基本功。第一个问题，大众卖或买的理由是短期情绪，它是长期基本面。比如2022年美联储加息，大家都卖成长股，理由是加息会让成长股估值承压。这时候你要分析这个理由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。如果每年能保持 20% 以上的盈利增长，短期估值跌了，长期还是能涨回来。这时候大众的错误就是把短期政策影响当成了长期利空。但如果大众卖的理由是公司主营业务被淘汰了，比如诺基亚被智能手机取代，那就是长期基本面坏了，再逆向买也没用。第二个问题，当前的价格已经反映了多少大众情绪？比如某只医药股因为带量采购政策跌了 30%， 你要算这个政策对公司的利润影响有多大。比如每年利润会减少 10%， 但现在跌了 30%， 说明价格已经过度反映了利空情绪，这时候就是逆向机会。但如果政策会让公司利润减少 50%， 现在只跌了 30%， 那价格还没跌到位，别急着逆向买，再等。第3个问题，这是逆向投资的保命符，也是咱们之前聊过的核心逻辑。比如你算出来某只股内在价值是10块，现在跌到8块，有2块钱安全边际，这时候逆向买，就算再跌，但如果内在价值是10块，现在跌到9块，安全边际只有1块，这时候逆向买，万一情绪再恐慌，很容易套牢。马克思说，没有安全边际的逆向就是裸奔。你以为自己在抄底，其实是在赌运气。搞懂了前提，接下来就是核心，怎么等机会，而不是接飞刀。马克思结合自己40多年的投资经验，给了3个特别实用的等待策略，每一步都有明确的判断标准，
普通人也能照着做。第一个策略，别在恐慌最激烈的时候买。很多人觉得逆向就要买在最低点，其实这是不可能的。恐慌最激烈的时候，价格可能还会跌 10%， 甚至 20%。比如2022年4月 A 股大跌，但多人当天就抄底，结果后面又跌了一周。马克思的做法是等恐慌情绪稍微缓和，比如大盘连续3到5天不创新低，成交量萎缩，说明卖的人少了，再开始买。比如2022年4月底 A 股止跌企稳了，一周成交量也下来了，这时候再买消费医药股，就比在大跌当天买安全得多。虽然没买在绝对底部，但也买在了相对安全的区间，不用承受买了还跌的心理压力。等价格到位，用安全边际当标尺，而是跌到安全边际以内才该买。比如米算出来某只银行股内在价值是10块，安全边际设为 20%， 那就算它从10块跌到9块，也别急着买，再等，直到跌到8块以下，比如 7.5 块，再开始分批次买。马克思管理橡树资本时，做不良债务投资就是这么干的。他们会先算这家公司破产后资产能卖多少钱，债权人能收回多少，然后只在价格低于收回金额的 70% 时才出手。这就是用安全边际等机会，避免接飞刀。第三个策略，喊基本面信号，别光看价格跌了就买。逆向投资不是赌价格反弹，所以得等基本面的确认信号。比如2023年的消费股，你看到它跌了很多，估值也低，但别急着买。先看2个信号，一个是公司的营收有没有企稳，比如季度营收同比不再下滑。第二个是现金流有没有改善，比如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从负转正。这2个信号出现了，说明公司的基本面在好转，这时候逆向买才是有基本面支撑的机会，不是单纯补情绪反弹。马克思说，价格跌是机会的影子，基本面企稳才是机会的确认键，没按确认键再便宜也别碰。这里要特别讲一下逆向投资的资金管理。很多人就算等对了机会，也因为满仓抄底被套牢。马克思的建议是分批次建仓，比如把准备逆向投资的钱分成3、5份，第一次建仓等价格跌到安全边际上限，比如8块，第二次建仓，如果再跌到安全边际中间，比如7、5块，再买 20%。第三次建仓，如果跌到安全边际下限，比如7块，买 30%， 剩下的 30% 也留着应对黑天鹅，比如突然出利空。如果不跌也没关系，至少前年买的仓位已经能赚钱了。比如2022年买某消费龙头，已准备了10万块，安全边际设为15到20倍市盈率，对应股价7块，股价跌到8块时买2万，跌到 7.5 块，买2万，跌到7块买3万，剩下3万留着，就算后面跌到 6.5 块，如果涨到9块，你前面买的7万已经赚了。这种方式的好处是，既不会错过机会，也不会一次套牢，特别适合普通投资者。最后要提醒一句，逆向投资不是永远正确，也会有犯错的时候，比如你分析错了公司的内在价值，或者突发黑天鹅事件，比如2020年疫情导致价格继续跌，这时候该怎么办？马克思说，逆向投资也要有止损线，不是因为发现自己分析错了止损。比如你买了一只股，后来发现它的现金流是假的，或者行业政策发生了长期利空，这时候就算亏了 10% 也要止损，且抱着逆向就要坚持的想法硬扛，这不是逆向，是固执。讲到这你应该能明白，真逆向投资是先算价值再等情绪，最后看信号的系统动作，不是拍脑袋跟大众反着来。逆向投资还是有风险，
咱们下一模块要聊聊如何避开投资陷阱。上一部分我们聊完了逆向投资的实操，知道要等情绪冷静，等价格到位，要分批建仓。但很多人就算把这些方法背得滚瓜烂熟，不是方法错了，而是心态出了问题，总觉得自己看透了市场，不知不觉变成了无所不知的傻瓜。纳特斯在书里写过一句特别扎心的话，赔钱的人有两种，一无所知的人亏在没方法，无所不知的人亏在太自信。今天咱们就拆解3个最常见的自信陷阱，帮你避开那些明明能躲，却因为自负踩进去的坑。第一个陷阱，把预测未来当投资能力。很多人刚接触投资就陷入一个误区，觉得要先猜对大盘会涨还是跌，明年 GDP 增速多少，美联储会不会加息才能做好投资。比如2023年年初，很多人说今年 A 股会涨到4000点，结果大盘一直在3000点附近换让美股，有人预测美联储加息会让美股跌 30%， 结果2023年美股反而涨了 20%。 这些预测准吗？大多不准，但为什么还有人沉迷？因为能预测未来的感觉太好，说对一次就觉得自己是民间股神。马克思在书里用自己40多年的经历打脸，我从没见过有人能一直准确预测宏观经济市场走势。他经历过1970年代的石油禁运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，2008年的次贷危机。每次危机前都有专家说市场很安全。为什么宏观预测这么难？因为影响宏观的因素太多了，政策、地缘政治、自然灾害，甚至一个突发事件，比如疫情，就能让之前的预测全作废。你想，那些拿着高薪的经济学家、基金经理，有最纯的数据、最专业的模型，都预测不准，咱们凭几句新闻、几个 K 线图怎么可能猜对？马克思说，投资里可知的东西很少，别把时间花在不可知的宏观预测上，不如花在可知的微观研究上。什么是可知的？比如一家公司的现金流是不是真的？毛利率有没有持续稳定？产品在行业里有没有竞争力？这些看财报、它行业数据就能搞懂。怎么避开这个陷阱？分享2个马克思的小习惯。一，市面上那些明年投资策略、大盘走势分析，别当真看了，只会让你更想预测，不如把时间用来读公司年报。比如你持有某只消费股，就去看它的营收、净利润、现金流有没有变化，这些才是影响股价的核心。2，用应对代替预测。所以满仓，而是想如果大盘涨了，我手里的资产能赚多少？如果跌了，比如你配置了 60% 的股票， 40% 的债券，就算大盘跌 20%， 债券能对冲一部分损失，不会亏得太惨。这就是不预测但有应对方案，比赌涨跌安全得多，把运气赚钱当能力出众。马克思在书里讲过一个掷硬币的例子，让1000个人每天掷硬币，猜对的人留下，猜错的淘汰。10天后大概会剩下10个人连续猜对10次，20天后会剩下1个人连续猜对20次。这个时候这个人可能会写本书，叫我如何抛掷硬币，每天赚 100%。 但其实他只是运气好，不是真的会预测。投资里这种幸运的傻瓜太多了，比如2021年新能源基金大火，很多人随便买一只就赚了 50%， 就觉得自己有投资天赋，甚至辞职专职炒股。结果2022年新能源基金跌了 30% 以上，这些人不仅把之前赚了亏回去，他们错在哪？把牛市里的运气收益当成了自己的能力收益，高估了自己的水平。马克思说，短期赚钱看不出能力，长期稳定赚钱才是真本事。怎么区分运气和能力？看2个维度。一看非对称收益。
能力强的人，牛市能跟上市场，熊市则是能少亏，甚至赚钱。运气好的人，牛市赚得多，熊市亏得更多。比如2021年多赚 50%，2022年能力强的人只亏 40%， 这就是区别。运气只能帮你赚短期的钱，能力才能帮你躲长期的坑。看5年以上的业绩，5年每年赚 15% 绝对是能力。比如巴菲特年化收益 20% 左右，看起来不高，这才是能力。如果有人跟你说我去年赚了 100%， 别羡慕，先看他过去5年赚了多少，大概率是运气。怎么避开这个陷阱？记住马克思的2个提醒：一，赚钱时多问为什么。如果你的股票涨了，别先开心，先想是公司基本面变好吗？还是只是上情绪带动的？如果是基本面变好，比如营收增长、利润率提升，那是能力。如果只是市场炒作，比如题材热点、资金跟风，那是运气，赚的钱早晚要还回去。2，杠杆是放大器，运气好时能让你赚更多，运气差时能让你亏光。比如你用10倍杠杆买股票，涨 10% 能赚 100%， 半跌 10% 就会爆仓。达克斯管理橡树资本几十年，很少靠杠杆赚的钱不是真赚钱，是在赌输一次就全没了。第3个陷阱，打买的多当多元化。很多人觉得多元化就是买很多股票，比如买了10只白酒股、5只新能源股，就觉得我分散投资了，不怕跌。结果2022年白酒、新能源板块一起跌，他的投资组合亏了 30%。 这就是假分散真集中，看似买得多，其实都在一个赛道里。马克思说，多元化的核心不是数量多，而是资产相关性低，就是一种资产涨的时候，另一种资产可能跌，或者涨跌幅不一样。比如股票和债券，2022年鳖股跌了 20%， 但国债基金涨了 5%。 2023年鳖股震荡，债券基金也能提供稳定收益，这才是真多元化。再比如 A 股和港股，2023年鳖股没怎么涨，但港股因为估值低涨了 10% 左右。配置2种市场的风险，怎么做到真多元化？给3个实操建议，都是马克思在书里推荐的。撇置买股票基金，要搭配债券、黄金这些不同类型的资产。比如普通投资者可以配 50% 股票基金加 40% 债券基金加 10% 黄金 ETF， 这样不管是通胀加息还是市场恐慌，都有资产能对冲风险。行业配置，比如你买了消费股，就再配点科技股、金融股；买了新能源，就再配点医药、周期股。比如2022年消费股跌了，但煤炭、石油这些周期补涨了，跨行业配置能减少单一行业的波动。3，别过度集中在热门资产，比如2021年的新能源，2023年的AI大家都买。马克思建议热门资产在你的资产组合里别超过 30%， 比如你有10万块买AI相关的资产，别超过3万，剩下的配点冷门但估值低的资产，比如金融、公用事业股。聊到这，你会发现这3个陷阱的根源其实一样，太自信，觉得自己能预测、能掌控、能看透。反复强调，投资里最珍贵的品质是知所不知，知道自己不懂什么更重要。承认我不懂宏观，未来就不会瞎猜大谈；承认我可能只是运气好，就不会加杠杆赌一把；承认买得多不代表分散，就不会踩加分散的坑。玩完这本书的核心逻辑，其实最后可以浓缩成5件最关键的事。这5件事没有复杂公式，全是能落地的底层逻辑，记住它们，你就抓住了投资的精髓。第1件，思维上做想深一层的人，撇随大流，投资不是别人买我就买的热闹。
而是别人只看表面。比如别人说这公司业绩好，你要多问一句，业绩是真赚的钱还是一次性收益？现在股价有没有把业绩涨完？别人恐慌卖股票，你要想是公司真不行了，还是只是情绪下的错杀？这种第二层次思维不用多聪明，只要多问几个为什么，就能避开 80% 的追涨杀跌坑。第二件，买便宜货不是买好东西，再牛的公司买贵了也会亏。比如2021年的新能源龙头，在普通的公司买得够便宜也能赚。比如2022年的低估值消费股，核心就两步：一是3内在价值，看公司手里的现金，未来能赚的真现金流，别信画饼的增长故事；二是留安全边际，算出来值10块，就等跌到8块再买，给错误留余地。记住，好投资的核心是价格小于价值，不是公司够牛。第三件，跟着周期走，别和钟摆反着来。市场永远在贪婪和恐惧间晃，不会一直涨或一直跌。判断方法很简单，身边人都聊投资基金抢着买，没人敢提股票。估值跌到历史低位，就是该找机会的时候。不用精准猜顶和比，只要在贪婪端少买，恐惧端多买，就赢过了大多数追涨杀跌的人。第四件，逆向投资要等机会。逆向不是别人卖我就买，而是别人因为情绪卖错了，我等价格到位再买。比如某只股跌了，先等3个信号，情绪冷静，价格到安全边际，还要分梯次买，别满仓抄底，就算跌了还有钱补，涨了也能赚到。第五件，承认我不懂，别擦宏观，别把运气当能力，长期稳定赚才是真本事。别把买的多当分散，要配股票、债券这些不一起涨跌的资产。投资里，知道自己不懂什么，比知道自己懂什么更重要。最后想多说一句，投资不是比谁赚得快，而是比谁活得久。这5件事的核心，不追高，不赌运气，不盲目自信，只要守住本金，慢慢找便宜货，长期下来，你的收益自然会跑赢大多数人。这就是马克思和巴菲特都认同的投资本质，简单，但要做到知行合一。